朋友们，继三峡大坝载人航天之后，又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超级工程来了。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雅江水电正式开工。我相信这将是被写进世界纪录的人类又一大奇迹啊！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雅江水电的4大绝。首先咱得知道啊，这雅鲁藏布江在哪儿啊？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杰玛央宗冰川啊，在国内流经西藏地区，然后翻山越岭，穿过印度孟加拉国，直奔印度洋。对我们来说，它是仅次于长江的水能宝藏，蕴藏着全国1/6的水能资源。而对外呢，特别是对隔壁的印度来说，它同样是印度东北部的命根子啊，占印度全国河流流量的15%，印度东北部的84%，直接关系到当地2亿人50万平方公里的发电、农业和生活用水。换句话说，雅鲁藏布江不仅是一条大江，更是一条可以搅动南亚格局的地缘大动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雅江水电工程从立项一开始，印度那边就各种反对，坐立难安。所以这个工程背后的意义远不止发电那么简单。好，那咱就直奔主题吧。哪4绝啊？第一绝，投资规模高达1.2万亿元，这个数字放在国内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啥概念？之前我们工程投资榜前3分别是西电东送5500亿，西气东输5265亿，南水北调5000亿。再比如很多人都熟悉的三峡工程，总投资额近2500亿，港珠澳大桥呢1269亿。那雅江水电是他们的几倍？你算算。并且为了这个工程，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央企，这也是中国的第99家央企，名字就叫中国雅江集团。你要知道，近20年以来啊，我国的央企数量一直在不断的重组整合，从03年的100多家到去年的98家。而雅江呢，不但单独成立，而且一成立就排在99家央企里的第22位，这个战略地位同样是不言而喻吧。那这第2绝就是工程发电量封神。雅江水电站工程啊，计划的年发电量约3000亿度。你听着可能没啥感觉啊，我给你对比一下。数据显示，2024年西班牙全年的发电量约为2855.65亿度，位居世界第18位。换句话说，雅江水电这一个项目一年发的电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年发电量还要多。这还没完啊，第3绝，工程难度堪称地表最强。都说蜀道难，而这雅江水电可是难上加难呐。工程位于西藏林芝区域，就处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你别忘了，这里曾经可是爆发过8.5级大地震，滑坡泥石流都是频发啊。而这工程呢，它要穿越17条断裂带，也就是说施工标准至少需要扛得住9级地震才可以达标。那至于施工环境，那更是能劝退大部分的工程队了。它的核心水电站就坐落在世界孤岛墨脱县上，这里1975年修路，2013年才通车啊，而1年能通车的时间最多9个月，周围全是原始森林、悬崖绝壁。我举个例子，从米林县到墨脱县，它有一个大拐弯河段，地势是极端险恶的，这50公里的直线距离就形成了2000多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600层楼高呢。那在这样的地方施工送电，过去那是做梦都不敢想啊，要做也只能是噩梦。直到2大国产技术的突破，问题才迎刃而解。第一个是被称为地下航母的国产盾构机，那第2个就是那能把电一口气送到千里之外的特高压技术。我们工程师给出的方案啊，是截弯取直，隧洞引水。大白话就是避开河道边的危险路段啊，直接在临近河道的山体里挖一条30公里长、3000米深的隧洞，打通大拐弯的2头，这样把水能超近道引过来，再接入5座梯级电站。而这条隧道啊，无论是深度还是长度，都是世界前列。目前也只有国产盾构机才能实现这个壮举，然后再靠着特高压技术，把这段全球顶尖的水电资源送往各地。最后啊，就是这第4绝。很多人会问啊，这咱们中国明明不缺电啊，为什么还要再砸这么多钱造个超级水电站呢？我给你们算一算账。
按照西藏的外送电价啊，一度差不多3毛到3毛5，那一年3000亿度，估算一下，雅江水电每年的卖电收入就有差不多900亿。那再把运营成本扣了，一般大型水电站的运营成本基本占收入的10%到15%，也就是100多亿。那每年也都是稳稳进账700-800亿啊，15年左右就能回本了。这还只是小账啊，我再给你们算算大账。首先对内，直接的对西藏属于特大利好。当年三峡工程的工期是17年，雅江的工期也至少10年起步，投入时间是超长的。建成之后，每年还能为西藏带来大概200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西藏2024年全年财政的2/3吧。其次是能源安全，现在不管是发展 AI 还是新能源车，用电都是基础啊。我们的发电量虽然充足，但是火电占比依然有40%，还是要烧煤的，而且很多都需要从外边进口。你看去年我国的煤炭进口就高达5.4亿吨，而雅江水电提供的电力一年就可以节省近9000万吨的标准煤，不但能减少对外的依赖，还能提高绿色能源的占比，降低用电成本。当然啊，对外也相当关键。开头咱们讲过了，雅鲁藏布江出境之后流经印度孟加拉国，那雅江水电工程一旦建成之后，就能够实现藏电南送，出口到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而且这价格要比印度便宜，一举打破印度对南亚小国的能源垄断。在南亚那个地盘，谁能供电，谁就有话语权啊。那印度为什么反对我们建？一是怕我们抢他生意，二是怕我们在上游建坝给他们造成威胁。你想想，前不久印巴冲突的时候啊，印度就拿着印度河上游的大坝当上了武器啊，要么断水，要么放洪，搞得下游的巴基斯坦啊是吃尽了苦头。那在未来，雅江这张牌怎么用，完全就得看印度自己的表现了。最后再来总结一句话吧：只有你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咱中国基建办不到的事儿。散会。